这个夏天的转会窗口快要结束了，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签约与变动。有些球员谈了整整2个月才最终敲定了转会方案，有些则早早就加盟并开始了季前赛。这期视频就快速了解一下这些重磅的转会，帮助你在新赛季看球不迷糊，信息不掉线。英超转会史上的新纪录被伊萨克刷新。利物浦以 1.3 亿欧元的转会费将其签下，并且在转会窗口快结束前几天压售完成了签约。他将身披利物浦的9号球衣。这笔转会让伊萨克与纽卡斯尔的关系闹僵，因为纽卡一直不肯放人，使得转会一拖再拖。伊萨克认为纽卡斯尔在转会问题上食言了，承诺让他转会，却始终拒绝利物浦的报价。随后他不出席纽卡季前赛并拒绝训练，这让纽卡高层和球迷对他感到失望。但这场闹剧最终以伊萨克转会利物浦告终，他与利物浦签约了6年，正式开启自己的红军生涯。如果利物浦没有签下伊萨克，那么这个夏天的英超标王应该就是威尔茨。在上赛季结束后没多久，利物浦就开始着手威尔茨的转会。这位勒沃库森的核心中场是药厂真正的进攻发动机，持球推进加上终结能力兼具，在上赛季德甲贡献了16球和15个助攻。6月份，利物浦就完成了威尔茨的转会交易，金额为 1.16 亿欧元。可以说，这个赛季的利物浦在转会市场上如鱼得水，节奏明确。阿森纳在7月官宣签下了泽凯赖时，转会费为7300万欧元。在葡萄牙体育2个赛季里，他打进了97个进球，恐怖的进球效率加上支点前锋的特点，正是阿森纳想要将他签下的原因。只是转会初期，葡体并不想放人。但泽克赖什通过罢训的方式施压葡体放人，最终目的达成，成功完成转会。转会之后，他还与在葡萄牙的女朋友分手，据说是为了专注英超比赛，全力以赴。德布劳内从曼城转会至那不勒斯，在曼城的10年里，德布劳内几乎拿到了球队在俱乐部层面的所有荣誉。曼城俱乐部和球迷为他举行了非常体面的告别仪式。这位曼城绝对传奇在4月决定不与曼城续约，因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已难以长期在曼城担任绝对的主力。他在夏窗成为自由球员。成为自由身后，德布劳内收到多家俱乐部的邀请，包括德甲、美职联和其他英超球队，但他最终选择了那不勒斯。虽然那不勒斯没有在转会方面花钱，但是给予了1000万欧元的签字费，也向他承诺了主力的位置。作为贝林厄姆的弟弟，乔布·贝林厄姆的转会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。作为帮助三人篮冲上英超功臣之一，乔布展现出了不输哥哥的中场进攻能力。多特蒙德在8月份以3800万欧元的价格将他签下，这一数字比哥哥贝林厄姆当年转会多特蒙德转会费还要高。因为交易在世俱杯之前完成，所以他也随队出战世俱杯，并且有着出色的发挥。本来有望在多特蒙德对阵皇马时上演兄弟德比，可惜乔布因为吃到2张黄牌被停赛1场，遗憾错过对决。作为当下公认世界第一门将，多纳鲁马本来不想离开巴黎，但主教练恩里克却无意留下他。他希望球队拥有出球更好的门将，也希望在巴黎配备不同类型的门将。多纳鲁马与巴黎的合同只剩下1年，在他谈续约时，俱乐部不肯以高薪续约，双方陷入谈判僵局。就在此时，恩里克在季前赛将舍瓦利耶列为1号门将，并把多纳鲁马排除在欧洲超级杯的大名单之外，使得多纳鲁马彻底与球队闹掰。俱乐部也清楚，如果明年再出售多纳鲁马，将1分钱也得不到，所以选择在今夏强行出售他。好在曼城愿意接手，并以5500万欧元将他签下。此前的曼城一门安德森转会至费内巴切。上赛季水晶宫虽然只排在联赛第12，但却获得了足总杯的冠军。担任中场的埃泽功不可没，北伦敦2支球队阿森纳和热刺都想将他签下。8月中旬，热刺已经与埃泽达成口头的协议，但最终却被阿森纳截胡。枪手主教练阿尔特塔与埃泽通了一通电话，促使了他选择了阿森纳。因为埃泽从小在阿森纳青训体系里被培养，从小就是枪手的球迷，所以阿森纳才能截胡成功。最终，埃泽以7900万欧元加盟阿森纳。萨内在6月份成为自由球员，他并没有与拜仁续约。土超豪门加拉塔萨雷将他签下，年薪大概在900万到1500万欧元之间。虽然在6月份就已经完成签约，但萨内为拜仁出战了世俱杯之后，再前往土耳其与加拉塔萨雷一起训练。他这次加盟也令球迷感到惊讶，原以为他会留在5大联赛，结果却前往土耳其发展。
4月份时，加纳乔就公开表明了要离开曼联的打算，他已经对曼联感到失望，想要尽早完成转会。曼联将他排除在所有季前赛的安排之外，等于默认加纳乔离队已成事实。但直到最近才开始正式敲定，在8月30号，切尔西官宣签下加纳乔。这位心里有红魔精神的球员也因此离开老特拉福球场，结束了自己的红魔阶段。安东尼在酒店待了40天，一直在等待他的转会合同。上赛季在皇家贝蒂斯的表现让人重新对他能力燃起了希望。安东尼不想以租借方式回归曼联，他知道曼联已经没有他自己的容身之处，因此希望继续被租借到贝蒂斯。但曼联不肯再次将他外租，只卖不租的立场让安东尼陷入困境。在此期间，拜仁有意将他签下，但安东尼明确表示不会加盟拜仁，去贝蒂斯才是最优先的选择。经过40天的谈判，俱乐部双方最终都做出了让步。贝蒂斯可以用2500万欧元签下安东尼，但如果为了安东尼从贝蒂斯转出，曼联将获得50%的分成。在9月1号，安东尼正式永久转会贝蒂斯。随着莱斯特城降级，狐狸城传奇瓦尔迪也宣布不再与球队续约，结束了在莱斯特城长达13年的足球生涯。瓦尔迪并没有退役的打算，他还想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。意甲升班马克雷默俱乐部需要一名有经验的前锋，于是锁定了这位老将，并承诺给瓦尔迪主力的位置。虽然期间有凯尔特人、迈阿密国际和费耶诺德向他发出了邀请，但瓦尔迪仍然希望留在5大联赛，因此在9月1号，他正式加盟克雷默。瓦尔迪在这支球队的年薪大概为100万欧元，签约1年。接下来我会快速介绍这个夏季窗口的其他转会球员。AC 米兰中场赖因德斯以7000万欧元转会至曼城，狼队左后卫努里以4000万欧元转会费加盟曼城，河床中场买斯坦诺以4500万欧元转会至皇家马德里。西班牙人门将西亚以2500万欧元转会至巴塞罗那，利物浦右后卫阿诺德自由转会至皇家马德里，伯恩茅斯左后卫科尔克茨以4000万欧元转会费加盟利物浦，博格巴禁赛2年后自由转会到摩纳哥，洛杉矶 FC 前锋吉鲁转会加盟里尔，布莱顿前锋佩德罗以5000万欧元转会费加盟切尔西，曼城右后卫沃克以500万欧元转会到伯恩利。AC 米兰左后卫特奥以2500万欧元转会利雅得新月，皇家马德里中场莫德里奇自由转会到 AC 米兰，本菲卡左后卫阿尔瓦罗以5000万欧元转会至皇家马德里，切尔西前锋买杜埃克以5000万欧元加盟阿森纳，其他国民前锋菲尔米诺转会到卡塔联赛球队萨德，布伦特福德布莱恩以7000万欧元转会费至曼联，马德里竞技中场德马罗以1500万欧元加盟迈阿密国际，切尔西前锋菲利克斯以3000万欧元转会至利雅得胜利，利物浦前锋迪亚斯以7500万欧元加盟拜仁慕尼黑，拜仁慕尼黑前锋穆勒自由转会至温哥华白浪，热刺前锋孙兴民以1500万欧元转会至洛杉矶 FC， 利物浦前锋努涅斯以5300万欧元转会到利雅得新月，加拉塔萨雷前锋莫拉塔以500万欧元转会到科莫，拜仁慕尼黑前锋科曼以3000万欧元转会到利雅得胜利，皇家马德里后卫巴斯克斯自由转会到勒沃库森，切尔西前锋恩昆库以3700万欧元加盟 AC 米兰，莱维锡红牛前锋西门斯以6000万欧元转会到热刺。以上就是夏季窗口比较出名的转会球员，如果我没有说到的，请观众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